紫金山，山和月。菜菜子拿着手机从闺房中跑出来，欣喜不已地喊着：“欧多桑，欧多桑！”叶晨君晚些时候回来家里吃完饭，此时的伊藤雄彦正在别墅的中央庭院里摆弄他的那棵五针松树。这棵五针松是伊藤雄彦让人从日本京都的宅邸移栽过来的，作为日本园艺中最顶级的树种之一。这一棵粗壮饱满的五针松至少价值数百万美元，是伊藤雄彦的最爱。先前一直住楼房，他想种树也没机会，现在换了中式的独院别墅，他便立刻开始折腾起来。日本的老钱和华夏的老钱一样，都有一些比较特殊复古的癖好。华夏的老钱喜欢玩木头，玩翡翠，日本的老钱则个个都有一颗想当园艺大师的心。在京都拥有大宅还不算真正的大佬，拥有大宅又拥有满宅顶级品种以及顶级品相的树，那才是大佬中的大佬。客人来了，不用主人说话，单是这一院子的树就足够让客人感受到主人的实力。伊藤雄彦作为日本顶尖富豪之一，自然也是玩园艺的大佬级人物。现在定居华夏，而且京都的气候与金陵相差不多，所以他就打算慢慢把自己在日本栽种的那些名贵树木都慢慢移过来。正一头劲地忙活着，忽然听菜菜子说叶晨晚上要来家里吃饭，他顿时欣喜不已地说：“叶先生终于出关了。”是。菜菜子点点头说：“看来叶晨君是今天刚刚出关。”伊藤雄彦微笑道：“这段时间对叶先生来说应该很难熬，今日他到家中来，我们陪他多喝几杯。”说罢，他双眼看着女儿，意味深长地叮嘱道：“菜菜子，眼下是你抓住叶晨最好的机会，你可一定要牢牢把握住。”菜菜子张罗买新房时，伊藤雄彦曾问过他为什么要搬离汤臣一品，毕竟在伊藤雄彦看来，女儿爱叶晨爱到骨子里，爱屋及乌的他对汤臣一品极其喜欢，忽然要搬出去，明显有些不太对劲。菜菜子也没有隐瞒，便把情况跟爸爸大概说了一遍。当听说萧初然离开叶晨的那一刻，伊藤雄彦连说了10几个好，激动的双手都恨不得搓掉一层皮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萧初然离开叶晨是女儿取而代之的最好机会。不管叶晨身边有多少红颜知己，他都相信自己的女儿是叶晨心目中最特殊的那一个。或者说的直白一点，自己的女儿一定是这些红颜知己里叶晨最心动的那个。做出这个判断，并不是他盲目自信，而是他分析过一直以来叶晨对自己女儿的种种表现。叶晨不但专门跑到京都为自己的女儿治过伤，甚至还救了女儿的性命。接下来的那场东京大乱斗里，也是他帮助伊藤家族笑到了最后。更让伊藤雄彦感动不已的是，叶晨竟用极其珍贵的重塑丹，让自己的双腿重新长了出来。若不是叶晨心里有自己家女儿，自己哪能有机会得到这般造化。可以说，这段时间以来，伊藤雄彦做过最美的梦，就是叶晨成了自己的女婿。眼下机遇来了，他必须要让菜菜子全力以赴。菜菜子也知道机会难得，她的性格向来是敢爱敢恨，不计后果，所以她也从不掩饰自己对叶晨的感情。以前就算知道叶晨可能一辈子不会离开萧初然，她也依旧愿意等，哪怕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她也不会后悔。若在以往，她只会默默陪在叶晨身边，但现在她更希望能够收获叶晨的真心。于是她非常认真地对伊藤雄彦说：“欧多桑，菜菜子也希望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只是短时间内恐怕还很难。叶晨君对萧姑娘情深意重，恐怕一时半会还很难走出来。”伊藤雄彦严肃地说：“对叶先生来说，眼下便如同坠入流沙，若是只靠他自己，恐怕很难出得来，一定得有人向他伸出手，而他也要心甘情愿抓住对方，这样两人齐心协力，才能从先前的流沙之中挣脱。”言罢，他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
不知有多少人疯狂向叶先生伸手，希望能够拉他一把，所以你一定不能太被动，否则一旦被别人捷足先登，必定追悔莫及。菜菜子微微一笑，说：欧多桑有没有想过，叶晨君根本就不是谁能凭一己之力将他拉出来的。伊藤雄彦不解地问：你的意思是？菜菜子有些羞臊地说：欧多桑，叶晨君红颜知己那么多，之前有萧姑娘在，他对这些红颜知己的情感一直是在不断克制的，所以这些红颜知己都没有什么机会。现在的他如果选择继续克制，那这些红颜知己依旧没机会。如果他选择不再克制，那么大家或许都有机会。伊藤雄彦问道：菜菜子，你的意思是，叶先生一旦接受了萧姑娘的离开，很可能如古代帝王那般身边佳丽3000？菜菜子轻轻点了点头，说：若他谁都不给，那大家还能跟以前一样默默坚持坚守。若他决定给谁，都难免会伤害其他人。叶晨君从不做伤害红颜知己的事情，所以搞不好还真得大家齐心协力才行。伊藤雄彦尴尬地说：红颜知己很多的男人，在上流社会并不罕见，甚至稀松平常。那个马斯克不就很多女人给他生孩子吗？说到这里，伊藤雄彦反问：可即便这样，能与他保持合法婚姻关系的人也只有一个，其他人就算能得到他的感情，也只能无名无分。你总不能做无名无分的那个吧？菜菜子有些尴尬地说：欧多桑，你现在谈这个还为时尚早，再说这件事也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。伊藤雄彦认真地说：菜菜子，伊藤家族现在是全日本第一，如果将来叶晨能给你一个名分，欧多桑愿意把伊藤家族所有资产拿出来给你做嫁妆。欧多桑有这个全力以赴的决心，你也要拿出全力以赴的行动来才可以。说罢，他感慨道：在欧多桑看来，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做叶晨的下一任妻子。伊藤家族有实力，可以算得上门当户对，而且你和叶晨早就互有好感，这一点欧多桑看得出来。更何况你们两人都是修士，若是你们两人携手共度余生，不但在情感上可以互相依靠，在修道意图也可以互相扶持，这就是真正的天作之合。